这是武者生死劫，陈总他竟然靠这一道菜突破到5黄境了。姐姐，什么是生死劫？生死劫是5王境武者的一道门槛，只有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，才能够踏入黄境。一旦进入这个境界，人类便超脱了身体的束缚，可以凌空飞行，气血化冰。这也是爷爷他追逐一生都未曾到达的境界。莫非他早就知道陈总卡在这个境界已久，所以才借花献佛，故意让陈总吃这道菜？他简直太神了！小伙子，谢了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就在突破边缘的？从您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观察到您的气息时强时弱，并不稳定，所以我便大胆推测，您一定是遇到了桎梏，正处于突破的边缘。小伙子，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次我没有看错人。站住！既然你帮了我，那这一次我就帮你讨回公道。什么？王青山，我先前敬你是老前辈，美食协会的前任会长，所以才对你百般礼遇。但是你看看你究竟干了什么？陈总，我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。我查过档案，从你继任美食协会会长开始，就下令收缴国内所有食谱，不允许任何人私藏，用这些菜谱去培养你自己的班底。我没有。没有？你还在协会中故意打压其他的成员，设立各种莫须有的考核门槛，开除不服从你管理的厨师，扶持你王家自己的人上位。只可惜你天赋不高，也因此导致美食协会走向没落。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接下来的美食协会投票，会长还会是你吧？爷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闭嘴，陈总，我知道你是联盟军总指挥，但是美食协会的事是内部之事，你无权干涉，也无权处理我。况且，身为美食协会的会长，我有监管天下厨师的资格。错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没有了。什么？张队长，你告诉他，你为什么会从前线回来？报告，我之所以从前线回来，是因为前线出现了大规模的食物变异，并且怪兽袭击的次数频繁，前线伤亡惨重。武者与美食本就相辅相成，是你以一己私利，以美食巩固自己的权利，对大光贵人献媚，才导致前线民不聊生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全民进入战时，所有机构归联盟军管理。怎么会这样？邢峰、张寒霜，你们把他拖走，并且彻查所有跟王家有关的美食产业，如有违规，全部收缴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在这个世界是存在厨师和美食的，并且还成立了一个协会，不过因为某些原因，所以导致美食没落。凌霄大哥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真的只凭一个王青山就能够让整个世界的美食消失吗？陈总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小丫头，我可没那么说。陈总，林霄，你是我见过在厨艺上最有天赋的年轻人，自然应该清楚，哪怕王青山能力再大，销毁所有的食谱，也不可能让美食断绝。而真正让美食断绝的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能力，而是人心。人心？这怎么可能？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人发现，利用变异的食材进行料理，确实能够让普通人转变成武者。但是随着美食的知名度扩大，负面影响也随之扩散。那些成为武者的人为此欣喜若狂，但是还有大批人投入了大价钱，却没有成为武者，导致他们不甘、嫉妒、怨恨，互相举报，互相投毒，直到变异食材通通灭绝，直到合成肉的出现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美食亦如同双刃剑一般，看样子有时候太出风头也是个坏事。陈总，所以你今天来找我，就只是因为来试试我做的菜？不全是，还有另外一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
还轮得到我这个小厨师出手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林香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3天的时间里，全城有超过1半的人患上了神秘的疾病，他们在短时间内体重暴降，并且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。刘明杰？不对，他手里的合成肉不是宣称绝对安全吗？这也是我们完全没有头绪的地方。但是根据调查显示，这些病人就是吃了合成肉之后，身体才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情况，而且他们好像对合成肉极度上瘾。可惜，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指向刘明杰的证据，不然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啊，姐姐，我们把合成肉断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，合成肉经营多年，早就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口碑，不可能轻易断绝。何况，一旦合成肉断绝，那些已经上瘾的人会在短时间内发狂，对城市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。到时候，整座城市的经济、治安、民生都会在短时间内崩溃。这么严重？林霄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一旦失败，你前期所积累的声誉都会瞬间崩溃，到时候承受万民所指。其实你就算是拒绝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不，既然事关城市如此多的民众，我没有拒绝的道理。但是事成之后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办件事，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使者，好消息！咱们的合成肉在市场上越发火爆，各家分店、加盟店全部爆满。照这么下去，咱们马上就要富可敌国了。意料之中。对了，联合军对合成肉是什么态度？一群废物罢了。他们虽然第一时间就关闭了食堂，不再采购合成肉，但是合成肉无孔不入，早就渗透进了所有的渠道，全面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而且，我还听说他们疾病乱投医。去找林晓解决合成肉的问题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我还以为陈述是什么空降来的大人物，原来也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3天之后，我就会送给他们一份大礼。林霄大哥，你够了！每次出来，都是我干苦力，你跟小白享福啊？那没办法呀，小白的鼻子能闻到海里的气息，负责寻找食材，而我则要养精蓄锐，对食材进行烹饪。出力的事儿，自然而然就要落到你头上了。哼，那就不能让我姐姐来嘛？她的实力比我更强，好不好？你说的也有点道理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过，要是让你姐姐知道我有灵气空间的话，以你姐姐的性格，一定会把我身负灵气空间的事向上曝光。到时候，我的小世界里就会有大量的武者、军方的人进入。那时候，所有的食材就必须要上缴充公，以后你就吃不到好吃的喽。苍天哪！放心吧，年轻人，只要你能吃苦，你就会有吃不完的苦。我的天，这可是海底，仅仅尾巴一扫就能够让珊瑚碎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糟了！糟糕，本身武者在水中，境界和气血就会被压制，如今又被这些怪兽包围。看来我只能用出那一招了。给哥跪下！干嘛？不过就是把它丢海里解解气还不行啊？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把它捞出来。怎么会有血？林霄大哥，别玩了，快点上来！我对你道歉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
凌霄大哥，凌霄大哥，快点，把船划回去，我撑不住多久。是，凌霄大哥，凌霄大哥，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，不该开这种玩笑害你受伤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躲远点儿。什么？统统给我出来！整整2天的时间，在我坚持不懈、尝试过数百次的失败，终于将这个秘密武器复刻出来了。小雨，你刚才电话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凌霄塔真的只用了2天就做出了秘密武器？真的，姐姐我已经试过了，这个美食又好吃又好玩，而且低廉的价格和出人意料的味道，一旦推向市场，肯定会在短时间内颠覆整个世界。太好了，快给我看看，到底是什么？啊！凌霄、小雨，你们2个是不是疯了？虽然我一直无条件支持你们，但是用简单的肉丸就想对付令人上瘾的合成肉，这根本是痴人说梦。姐姐，不然我帮你向陈总把这件事推了吧。为什么？虽然陈总只是说让你解决合成肉上瘾的问题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需要对抗是以刘明杰为首的有钱人，所以推出的美食不但要美味，而且一定要让每个民众都能吃得起。可这牛肉丸虽然能吃得起，但怎么可能解决让人上瘾的问题？老板，你们这个撒尿牛丸真免费送，给我来1碗，我晚上当宵夜。给他吧。距离第3天还有几个小时，趁着陈总还不知道牛肉丸的事，或许我可以去找陈总主动领罚，保住凌霄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要是不想死在医院里，你们就赶紧吃，别逼我上手段啊！做好了。你这味道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明明是简单的汤汁，可是入口的一瞬间，却让我吃到了别样的滑嫩，就像我成为了上帝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汤汁的食材究竟是什么，但只凭借其中味道，我便有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感觉，好像身体重新回到了掌控，而且我不但保住了这份工作，甚至还能够提前转正。牛丸！不好，虽然解决了病人们厌食的问题，但是我却忽略了，一旦病人们重新恢复食欲，长达7天的不吃不喝会让他们陷入疯狂。同志们，跟我来，我保证大家每个人都能吃到牛肉丸。来，跟我走。已经超过3天的期限，虽然这次陈总明确表示，哪怕凌霄没有完成任务，也不会追究，但这件事事关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民众，而凌霄塔是我推荐的，这件事我难辞其咎。
没完了是吧？我不止一次说过，这间小吃店不欢迎你们。小伙子，提醒你一句，要是赶走我们，你会后悔的。什么意思？竟然是时钟祭啊！姐姐，什么是时钟祭？没记错的话，时钟祭是第一任美食协会的会长，也是这个世界唯一公认的厨神留下的手记，共有8本。每一本手记之中都藏着数百道灵奇美食，每道美食都有特殊效果。小伙子，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老夫我愿意不计前嫌，用我珍藏的时钟记来帮你。这本时钟记中可是有好几道针对厌食症的灵气美食菜谱。条件呢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们爷孙俩就一个条件，把你获取调料和食材的地方交出来。连时钟记的真伪都不能确定，你们就想换食材和调料的地点？你们这分明是抢劫！那又怎么样呢？现在你除了相信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小子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要你跪下求。什么？外卖餐盒上的地址就是这里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兄弟们，冲啊！等一下，什么免费的？你们真是……小雨，做事。得嘞。给我来一份。吃不饱可以续碗，今天的撒尿牛丸不限量放送。这怎么可能？啊，就顾着处理撒尿牛丸，忘记处理你们2个了。你们2个给我滚出去！爷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走，得罪了陈述，这个城市我们已经没办法待下去了。爷爷，联盟军遍布整个龙国，咱们能去哪里啊？去灵气发源地，那里汇聚各国厨师，还有一个神秘的影子联盟。以我的能力，完全可以再创出一番造化。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。明明是一碗再简单不过的肉丸汤，就连合成肉店都有，为什么？姐姐，你想知道？嘿，尝一尝不就是啦？能轻而易举地勾起顾客的食欲，帮助他们战胜不知名的疾病。不是已经卖完了吗？本来呢是已经卖完了，不过某些人啊，专门留下来一碗。来，你的。至于是给谁的，就不需要多说了吧。这撒尿牛丸与我吃过的肉丸完全不一样，外部包裹的牛肉渣是细腻弹牙，而里头的肉汁却鲜甜滚烫。到底是什么食材？为什么如此鲜甜？原来是蟹钳濑鸟虾，这种东西我就只在教科书上见过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够品尝到它真正的味道。凌霄他虽然完成了任务，但是却放弃了对厨师最为重要的时钟器，他真的甘心吗？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前几日因为合成肉肆虐整座城市的不知名疾病，竟被一个小吃店的老板破解。请大家跟我一同采访一下食客和老板，看他究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吧。吃完这个牛肉丸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变聪明了。自从吃了这个赖尿牛丸之后啊，我感觉我漂亮了100倍。其实也没什么秘密武器，就是撒尿牛丸而已，好吃又好玩。好玩？当然是。嘿，
者，不好了！大批民众打砸了合成肉店，股市跌停，咱们完了！使者，这次波及的不仅是合成肉店，刘家的投资，还有你让我代管的联盟旗下所有企业，咱们在这个城市已经彻底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这群混蛋，统统都在找死！原来刘家背后的人是你，陈总。难怪你会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企图靠鼠尾药控制整个城市。你想怎么样？束手就擒，交代你背后组织的所有信息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就凭你们，陈叔，你我都是武王境，若是我和刘明杰联手，战胜你们2个人轻而易举。行风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好强的气血！资料上显示，上个月他才不过是个5尊境罢了，怎么这么快就突破武王境了？使者，救我！废物！他这是秘术，专门用来吸收其他武者，为己所用。你们的死期到了。陈总，小心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关心别人？你先去死吧！你的天赋不错，只可惜你跟错了人。若是当初选择留在联盟军，或许今天总长的位置是你的。废话太多了。气血护体，这是武皇境的手段，不可能，情报上根本没有显示。情报？如果你真的关注那间小吃店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我在肖老板的帮助下已经成功迈过门槛，成为武皇。我就说，美食这种东西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现在你说什么都迟了。临死之前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看见了吗？哪怕3鸟牛丸能解决鼠尾草，但是顶多能解决上百人，我就不信他能一夜之间解决数千万人。这座城市注定会受化。看来你又低估林霄了。什么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陈总，好消息，林霄的判断没错，制造出来的牛肉丸在联盟军的帮助下采用了自动化生产，如今3鸟牛丸罐头已经连夜上架各大超市和商铺，不知名病毒已经被彻底控制了。听见了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傲慢他还是失败了吗？主人，那个废物死了，而且因为他的关系，龙国提高了防御级别。我们潜伏在龙国境内所有的棋子都被连夜拔除。哦，那接下来针对龙国的计划，你们觉得应该如何？主人，我觉得龙国以美食取胜，那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灵气发源地，以我们的实力，完全可以招揽全世界的厨师，到时候用美食再次控制全世界。很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记住，我们要不惜一切打压龙国，不能让龙国因为美食再次崛起。虽然我提供配方生产出来的3鸟牛丸罐头并不算小吃店的收入，但是昨夜足足卖出1万多碗3鸟牛丸汤，却让我得到了50多万元的收入。恭喜宿主得到60万好评值，
当前实力突破为5帝境。这就是5帝境的感觉。我甚至觉得我现在无所不能。恭喜宿主成功晋升5帝境，解锁南北极、深海、天空等地图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灵气空间暂时封闭，请宿主前往灵气发源地完成历练。只差1步就可以解锁最终的异空间了吗？可是哪怕我已经是5帝境，系统却因此封锁，连进危险区的资格都没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林香，我已经查到你养母的下落了，但是你自己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干的？影子联盟。影子联盟是这世界上最神秘的一个组织，从100年前第一次灵气复苏开始成立，之后的100年，他们靠着无孔不入的手段，控制了全世界超过80%的国家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合成肉就是他们的手笔。那我养母怎么会跟影子联盟扯上关系？据我们得到的线索，当初灵气发源地发生了怪兽霍乱，大批的民众回国避难，而你母亲在那个时候被你养父和凌云丢在灵气发源地，后来她意外被影子联盟抓捕。我妈她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妇人，影子联盟为什么要？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，影子联盟的抓捕对象都是有一定厨艺基础的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影子联盟会训练他们成为一名厨师，专门为他们控制世界所服务。不行，当年是我母亲收养我，才让我平安长大，我不能让她身处危险之中，我要去灵气发源地。林香，灵气发源地的情况太复杂了，其中不但汇聚了全世界的武者，还有来自各国的大厨。而你也清楚，我们龙国因为没有名厨，如今在灵气发源地举步维艰，所以高层的意思是希望你留在驻地培养新鲜血液。至于你母亲的事，我们会挑选合适的人选，亲自去办。不，我的母亲我自己救。还有，我还要告诉全世界，龙国的美食已经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啊，跟我想的倒是有些不太一样呢。小雨，慢点儿，咱们已经离开国境了，只要翻过这座山就能到灵气发源地。等到灵气发源地之后，我一定要大吃一顿。多停一下。怎么了？太阳马上要落山了，咱们要立刻找地方隐蔽。姐，为什么呀？你忘啦？凌霄大哥可是武王将，咱们有什么好怕的？不是怕，小雨你要明白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规则。比如这太平山可是三不管之地，龙蛇混杂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，不然有难以想象的危险。有凌霄大哥在，我可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。小雨，小心！这可是武王境怪兽的吐息，竟然能被他一刀劈开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这种级别的怪兽。林香，咱们先走，这可是武王境的怪兽，况且怪兽的实力和身体素质本就超过同境界的武者，哪怕我们联手也不可能战胜他。赶紧走！不，都饿了一天了，好不容易来了头怪兽，我当然要先带你们打打牙祭。什么？这可是武王级别的怪兽，哪怕是联盟军出面，至少都要有2个武王境带队才能将其击杀。可凌霄他竟然仅靠这一把刀就能将其杀死，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？哼，不自量力！什么？虽然这肉块只是被凌霄用刀切下，和怪兽体内的火焰炙烤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有种想要大快朵颐的冲动。凌霄大哥，好像可以直接吃。
那我和姐姐就……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如果让你们姐妹俩吃这样的食物，那岂不是糟蹋了我的手艺？嘿，小白，开动！小雨，看来咱们这顿美食是吃不上了。啊，姐姐，为什么？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，树枝里的水分并没有完全烤干，根本无法达到生火做饭的条件。虽然说我们武者可以用气血催动火焰，但如此一来，火候却难以控制，做出来的食物不是半生不熟，就是成为焦炭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联盟军后方的补给一直处于吃紧的状态。我们在野外驻扎的时候，常年只能够靠压缩能量棒充饥。那凌霄大哥他……小白，上辅料。嘿，虽然是瘦肉，可实际上肉质和牛肉一样，拥有着较粗的纤维，所以一定要逆刀切。如此一来，才能截断肉中的粗纤维。爆炒后，不但肉质弹牙更容易咀嚼，还能保持滑嫩。只可惜野外条件太差，锅的温度迟迟无法上升。还好我如今已经突破5地境，区区提升温度根本不在话下。他不但完美的掌握了火焰，还能够在野外的情况下用厨艺激发怪兽肉中的灵气。难道他的厨艺早就已经不局限在城市里，而是随时随地？凌霄大哥，能吃了吗？还不行，因为瘦肉肉质本身就是坚韧发柴，所以断生之后还要经过焖煮才能使用。凌霄大哥，人家想吃嘛，都走了1天了，你就通融，先给我尝一口也行啊。那就统统给我住手！糟糕，带头的这家伙实力应该是5黄境，而身后那4个人实力也在5王境。你竟然杀死了主人的宠物，你该死！你说什么？那头差点烧死我的臭怪兽，是你家主人养的宠物！敢胡乱指责炎魔大人，你找死！朋友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那头怪兽先想要伤害我的妹妹，我们杀了他，也只是正当防卫。防卫？在这太平山上，只有我们炎魔大人杀人的份儿。是谁给你们这群贱民防卫的资格？动手，带着他们的脑袋回去找主人复命。是。糟糕，若是对方单枪匹马，我们3人联手倒是有机会战胜。可对方足足有4个5王，还有1个5黄境，我们完了！碍事儿的娘们儿，给我死！怎么会？那可是4个5王境的武者，竟然连凌霄一招都挡不住。他现在究竟是什么境界？我们就杀那条超龙，怎么样？嘿嘿嘿，你们找死！气血化冰，这不是越国的武技吗？小心！很好，我这个厨子别的不会，但最会的就是对付畜生。给割碎！我的天，凌霄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这怎么可能？
我的武技竟然一刀就被破了。刚才小雨已经告诉你了，是怪兽伤人，所以我们才出手的。况且，哪怕怪兽是被你主人饲养的，可你们放任它到处乱跑伤人，也是死有余辜。你竟敢如此放肆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慢走不送。凌霄大哥，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吃啦？嘿嘿，开饭！好吃啊！连武皇境都只是当个仆人，那他背后的人一定不同凡响，会是谁呢？主人，不好了，阎魔大人他死了。主人请息怒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什么人竟敢在我的地界上如此放肆？不清楚，但他们好像是从龙国来的。对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前往美食街，咱们要快点拦截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破坏。放心，龙国不过是个没有美食的地方罢了。这些愚蠢的龙国人见到我亲自布置出来的美食街，怕是直接忘了自己姓什么。走吧，让那几只小老鼠血债血偿。怪了，上个月我离开的时候，这里还只是个原始村落，怎么会在短时间变成一个美食街？姐姐，这里好香啊，全都是好吃的。嘿嘿，凌霄大哥，现在你可有对手了？我看未必。凌霄大哥，你是不是怕有人超过你的厨艺，破坏了你在姐姐心里的高大形象呀？好痛啊！就你话多，走吧，跟我去试试这些同行的厨艺究竟怎么样吧。这都是什么呀？包子皮软烂没有嚼劲，里头的肉馅甚至都没有底味，只有怪兽身上的腥上了，这也是人吃的东西？呸！根本嚼不烂就算了，还好咸啊！水，赶紧给我水！谢谢。你们就是你一直嚷嚷我们去小大哥，姐姐，救命啊！小雨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，还好你们来得及时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他叫做周大志，是灵气发源地的名厨之一。我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刚才的事只是一场误会，我可以替我妹妹给你们道歉。哼，你以为道歉这个事就算了吗？哼，谁给他的胆子，竟然敢质疑我们的厨艺？这件事绝不算完。各位请冷静一点，我妹妹也是无心的。大人，咱们要提速了。如果这3个在美食街搞破坏，那您的心血就完了。他们还不配。大人，不知道了吧？美食街的老板周大志跟我一样在灵气发源，经过食神的指点，而他的徒弟也个个厨艺非凡，实力也不容小觑。若是他们敢在美食街闹事，怕是周大志不需要出手，只要随便做道菜，那家伙就会跪地求饶。林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别说了！就凭你们，也好意思说厨艺2字？混蛋！你身为顾客，要是心情不好，骂我们几句，我们身为厨师也可以息事宁人。但
但是你竟敢跟这丫头一起贬低我们的厨艺，这件事绝不算完。各位，请冷静一点。既然敢出来摆摊，自然要做好被顾客指点的准备。更何况他们的厨艺确实不怎么样。你太狂了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4个分别精通炖煮、面点、酥炸，而我师傅更是精通烧烤，将料理拼成艺术。这世界能在厨艺上单独胜过他的，屈指可数。说你们还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比试一场如何？什么？你竟然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他们4个？你要是输了，我会亲自掰碎你一口牙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哼，彼此。师傅，你看他。老夫也很多年没跟人比试过厨艺了，就当放松放松。多谢师傅。虽然我身为一名精通厨艺的厨师，不能随意出手欺负人，但是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。我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千煮万炖。开始了。凭借我强大的气血，原本需要炖煮3天以上的瘦肉，只需要10分钟便能够软烂脱骨。这小子怎么可能赢？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火？放心吧，姐姐，就算他的气血充足，能催动大火又能如何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精通面点，只要略微出手，就能够让他知道什么叫……我操！想要做好面胚，除了最基本的盆光、面光、手光之外，还需要3揉3醒。寻常的厨师哪怕通宵达旦，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面揉开。可是这小子竟然……成了！今天我超常发挥，炸出来的肉根本没有脱糊，咱们赢了！太好了，有了这块酥肉，咱们赢！师兄，没想到你的油炸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我妹妹只是吃了一口，声音竟然如此酥脆。姐，我还没来得及吃。你没吃？我和老三也没吃，难道是？这酥肉外层酥脆，咀嚼起来还微微的咸味和麻味，以及瘦肉的香甜，没有一点的怪兽腥味。林霄大哥，你做的酥肉无敌了！小雨说的确实不错，而且我明显感觉气血循环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也可以晋升5黄境。不过，虽然以凌霄的实力对付前3位名厨不在话下，但是这位名厨，他做的烧烤外表其貌不扬，却内有乾坤，不是这么轻易能对付的。时间差不多喽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主动认输吧。论味道，你做出来的料理根本不堪一击。是吗？那我们互相尝一尝对方做的菜，然后加以点评，让对方心服口服，如何？难道我还怕你？其他人不用出战，就凭我这道炖肉就能让你心服口服。哼！这小子怕是吃上一口我的炖肉，就要咬掉舌头。不过他的肉色香味都不错，我也不介意尝一尝口感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炖肉啊！这猪肉最初品尝之时平平无奇，
可我只是用舌头轻轻碾过，肥肉的部分便化为肉汁在我的口中弥漫。随着咀嚼，瘦肉的部分竟然不断泛出香甜的味道，充斥着我整个口腔。为什么我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，好像想把我一生的遭遇统统释放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材料？为什么只是一口炖肉就让我想哭？是催泪洋葱。什么？虽然你我炖肉的手法大差不差，但你却忽略了催泪洋葱中的辣味，正好能够中和瘦肉中的腥膻味，去腥增鲜，使瘦肉的味道提高一个层次。受死吧，肉排！嘿嘿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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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局洋葱获胜。我承认我输了，但是你别得意，我妹妹她5个人输是什么？我承认，面点方面我确实不如你。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名厨的学生，怎么可能输给林香？妹妹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向这小子认输呢？虽然我没有品尝过这包子的味道，但是通过包子皮按压的回弹程度，我就知道这包子无论是揉面还是发面的时间都无懈可击。不可能，你别被他吓到了。就算他面皮做的比我们好，但是料理还是要从味道上见真章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这包子的外皮虽然看似简单，却做到了松软又嚼劲，哪怕不吃里面的馅料，只是单吃包子的外皮都能令人忍不住大快朵颐。我本以为这包子的卖相就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却没想到馅料更是内有乾坤。那扎实的口感，好像我吃的并不是包子馅儿，而是精心烹制的肉丸。而且在各种调料的帮助下，瘦肉的腥味被完全去除，还让瘦肉的腥味被激发的恰到好处，简直太好吃了！好笑的吧？好想尝一尝，好想尝一尝啊！不过就是普通的卤肉还有包子罢了，就让你们如此失态，醒来！师傅，油炸方面还需要比试吗？不用了，刚才听到你们咀嚼酥肉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我输了。这炸酥肉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对油温的掌控需要做到极致，而你却仍然能做到外酥里嫩，留有底口，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调味。我输得一塌糊涂。太好了，只要林香在烧烤上赢得比赛，咱们就赢了。烧烤这一关才是最难的，他毕竟是食神的徒弟。接下来就该咱们2个比试了，请端上来吧。我帮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姐姐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应该先帮顾客切好吗？照理来说倒是不错，不过他们2个既然要比试厨艺，除了在烤肉的火候上较量，还要在刀法上较量。啊？什么？作为一名专业的厨师，对于各种瘦肉都要了若指掌，这样下刀之时才能保证切出来的肉口感是最佳的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较量了，而是互相试探对方的功底。拿这么大一把刀切肉，你确定能掌握好肉的纹路？那就试试。这混小子不过有点厨艺在身，就真把尾巴翘上天了。要知道，烧烤最难的不是烤和腌，而是切。想要做好烧烤，首先要完全腌制，使肉去腥增香，然后再经过炭火的炙烤，形成美拉德反应。但这只是烤好烧烤的基础条件，真正重要的是切。只有完全斩断肉中的筋膜，坚韧的瘦肉才能被牙齿嚼烂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食。
好了，你尝尝。什么？这么快？啊！我原以为他只会卖弄技巧将肉切片，却没想到他选择了最复杂的切块，不但保留了瘦肉的本身的纹理，还斩断了筋膜。林兄大人到，所有人统统闪开！小子，敢杀死我的宠物，今天我就让你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周专家，这是合成肉店的流通记录。看来流向比想象中更广。原来他是用蟹钳来尿虾的美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暂时不方便接听。周专家，你为什么这么帮他？因为我相信美食能救人。爷爷，美食终于回来了。林香，请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刀工是不错，但还不够心境。是，师傅。自幼被赶出家门，从此开始颠沛流离。若不是与师傅相遇，恐怕我早已离开人世。但我终究利欲心太重，不愿在厨艺多下功夫，常与同门师兄弟勾心斗角，忘记了师傅当初的教诲。厨艺为的是救人，不是压人。徒儿啊，你怎会如此？师父发觉了我的不对劲，多次找我进行劝告，我虽听从，却又不甘心止步于此。我发誓我会利用能利用的一切，即使不择手段，抛弃良知，被师父发现，我也要得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师父走后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，只手遮天，将珍贵的美食食谱和调料占为己有，我什么也不缺了。但是我的女儿却因为食物中毒，永远离开了我。我悔恨，我变本加厉，我恨所有对我的不公。我将娇娇养育成人，却太过骄纵溺爱。本以为权力能保护一切，却失去了更多。一切都是报应啊！师父，我错了。林霄哥，这些苹果真的会吓死自己吗？不是吓死，是应急枯萎，但枯萎后香气更浓。要不要试试用这些苹果酿酒？我能帮忙吗？
再来点这个。要等7天。不过我们可以先试试别的东西。你知道这里面除了鱼还有什么吗？哇，好漂亮！这是灵气潭的特产，生吃也很甜。真的。你快来休息一下吧，总指挥说你该给自己放个假了。受潮刚过，我不能休息。这是命令，你今天必须休息。好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他很厉害。聊聊吧，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很感激他。我看你对他可不只是感激吧？前线情况如何？暂时稳定，但影子联盟的动作越来越频繁。我会保护好他和这座城市的。谢谢。慢慢吃，别噎着。废物，整天吃白饭。穷鬼也配来上学？他们笑我没钱。穷就是原罪。来，拿着，自己保管好。小贼！住手！他还是个孩子，别打了！都是你惯的，是你没给过他一点爱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你惯的。想要不被欺负，就得有钱。云儿，跟妈回家啊！我没有家。这个世界早就烂了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就是你是吗？傲慢，我只是不屑与废物为伍。目标刘明杰，弱点贪婪。合作愉快，刘总。如果我也能做出那样的食物，妈妈，我早已没有回头路。